我们不是不同意你的方案，只是你刚才的语气让人实在难以接受。在跨文化的远程会议中，这类问题比你想象的更常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出海企业开会时，为什么经常开着就跑偏了，甚至会影响到项目的推进。HR 和管理者又该如何设计一套真正有效的跨文化会议机制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，一家制造类出海企业，那项目总部在深圳，海外项目在越南和泰国。那团队经常是通过视频会议来进行协作的，本来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进度汇报会，结果临会前30分钟，泰国分公司突然退出参会，留下总部团队一脸懵。我们事后调查发现，是因为上一轮会议中，总部技术总监在汇报时语气过于强硬，并在会议纪要中写道，技术部需要立即纠正泰国、越南端的执行问题，避免拖累整体的交付。这段话在本地员工看来是公开羞辱，但是在中国主管的眼里只是责任落实。那结果泰国项目组情绪低落，会议只是成了形式，而越南团队开始自建文档，逐渐脱离了总部的指令。这显然不是总部希望能看到的。那后续的关键节点甚至被严重拖延，最终总部不得不派专人出差来补救信任的损伤，导致沟通成本飙升，组织裂痕加深。这就是跨文化会议危机的典型场景。你说的是推进，别人听的是攻击；你以为呢是讨论，别人感受的呢却是冒犯。跨文化会议到底难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总结出3大典型的难点。第一点，信息传达偏差。同一句话，不同文化背景人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。比如说，中国人说尽快完成，在很多文化里会被理解为老板是在威胁。在拉美文化中，沉默就是反对，而在日本的文化中，沉默可能是尊重。有的国家强调先铺陈情绪，再谈问题，而我们习惯的更多的是直入主题，对方会觉得你是冷漠无理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在表达风格上的冲突。中国式会议习惯是结果导向加高密度输出的方式，但大多数的文化更注重是情绪节奏加参与感的方式。会议节奏的错位会让很多海外团队听不进去、跟不上的问题。那例如，我们在讲逻辑、讲执行，别人在意的是语气和在意的是身份的顺序。那国内开会强调的是讲结果、讲 KPI， 而海外的员工呢，可能更多的认为你是太工具化，没有人情味。3个呢是在决策逻辑上的不一致。例如，中国会议强调的是快决加执行，喜欢一锤定音，而欧洲会议注意的是共识加过程，需要的是多轮的协商。而东南亚的会议则倾向于尊重长辈、上级的意见，往往在会后才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。显而易见，如果没有机制性的应对，这些文化差异就会在会议中不断的进行积压，最后爆发成团队的协作危机。我们在实务中观察到高风险的信号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是沉默应对机制，多数与会者不发言、不提问，会后却频繁的私聊或者是发邮件来纠正观点，形成会前一套、背后一套的一个状态。第二个呢是汇报的形式，会议的议题总是由总部单向下达，地方团队没有设计环节，也不参与、不准备，会议最后变成了汇报，不是沟通。第3个是讨论的反向升级，会议现场问题越讨论越多，最后变成文化冲突的公开摊牌，甚至会影响到组之间的信任。那比如说，有一家科技制造企业的东欧子公司，在总部会议上因为翻译用词不当，把整改计划翻译成了惩罚方案，直接导致团队的集体请假抗议。作为 HR 来讲，面对这些情况，到底该怎么样来介入呢？我们建议是做3件事情。第一个是设置跨文化会议角色机制，会议中设立文化协调人或者是第3方的主持，通常由具备双语能力和跨文化意识的中层干部来担任。这个角色的职责主要是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是控节奏，确保会议的节奏不至于过于压迫。第二是辅表达，引导多文化参与者平等表达。第3是解歧义，
及时来翻译语义，缓解情绪的冲突。在这里的特别提示注意一下，这种设置在跨文化会议的初期尤为重要，它是整个组织的情绪稳压器和认知的校正器。第二个是优化会议的结构模板，推进了使用共创式议题设计，加结构化会议流程，例如会前3天收集各地的议题，由主持人统一来进行梳理。第二，设置轮流表达，加上回合式讨论的节奏，每一轮话题都是由中外团队轮流来发言。第三，在会议结束24个小时以后发布双语的纪要，并留出追问补充的窗口。那这样子来讲，可以显著来降低总部独白、地方沉默的一种局面，那增强彼此间的一个表达欲与倾听的意愿。第三是纳入跨文化会议指标的管理体系，那 HR 可以推动设立会议效果反馈机制。第一个，你比如说会议满意度命名打分0到10分。第二个，是否达成了会议目标和行动项目的执行度。那第三个，团队参与率、发言分布分析、文化风险提示次数等等。一家互联网出海公司建立了全球会议管理体系，每一场跨国会议都通过系统登记议题、参与者、流程设计与会后的反馈，将会议的表现纳入项目负责人的月度考核中间来。团队跨国协作满意度从68%直接提升到了87%。所以呢，我们建议 HR 在落地跨文化会议的时候呢，有3个实用的工具卡，建议来准备一下。第一个呢，会议角色责任清单卡，适用于 HR 提前培训各类会议关键角色，比如说主讲人、文化协调人、辅助记录人。在这里建议设计职责检卡，加上情景的训练表，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、怎么干。第二，会议结构议题设计模板，那主要是用于跨文化会议筹备阶段的议题分布与节奏规划，可以设置汇报类的、讨论类的和共创类的3类的议题类型。每一种议题建议配备不同的时间比重与发言的顺序。第三就是会议反馈追踪表，建议收集的数据包括满意度、参与感、会议目标的完成度、与会者的语言的适配度、文化冲突提示等等，可以作为跨文化领导力评估指标的一个来源之一。我们总结一下，一是跨文化会议的失败，往往不是信息没说清，而是文化没对齐。跨文化会议的本质呢，不是把所有的语言翻译成中文，而是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听懂和愿意参与。那跨文化会议的机制不只是流程优化，而是组织信任的重建，是全球化协作能力的基础设施。如果你想要这一期提到的角色责任卡、结构议题模板和会议反馈追踪表，欢迎在评论区打上会议工具包，我就发给你这套实用的模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是老方。下一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出海组织如何打造自己的本土化教练机制，帮助海外员工真正融入和成长。关注我，期待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